各位，我是帮你做笔记的阿福。如果你今天点进来是想听我教你趁低吸纳油气股，那你可能进错频道了。2026年才刚开始不到1个月，但我已经闻到了空气里有一种变质的味道。首先是美军在委内瑞拉的擒贼先擒王，再到伊朗和美国的擦枪走火。如果你只看新闻打仗就买油气股，那你不是在投资，你是在买地缘政治彩票。今天要探讨一个反常识的逻辑，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打仗，油价却可能在2026年不被看好？当全世界都在担心没有用的时候，资本大庄家其实在担心油太多了，没地方放。今天我们要拆解的不只是油价，而是这场连 Petronas 都感到头大的权力的游戏。我们要聊聊为什么在这种烂行情里，有一家油企业中游大佬反而被投行视为避风港。如果你不想在2026年变成在油田里迷路的小羊，这一集我们不谈感情，只谈逻辑。先看全球大局，投行预测 Brent 原油会下探到50到60美金，这不是乱猜的。以前整条街只有一家卖 K， 生意火爆到要排队。现在呢，那些不听 OPEC 话的坏孩子，美国、巴西、加拿大，明年要疯狂增产120万桶。这就好比突然多了3家 Mac， 还要24小时营业。可能你就想着这样啊，那大家多吃一点裸体加奈不就解决了？问题就在这里，大家现在开始流行减肥了，中国和印度的胃口变小了，加上电动车意味越来越多，大家减少用石油了，改用再生能源了。投行预测2026年油价会跌到55到60美金，逻辑很简单，供过于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油价跌，通常大家觉得油气股会死，但 Zoktokmi Day油价跌并不代表所有公司都 harvest 了，这里面有一个的逻辑。我先卖个关子，我们先把视线从国际拉回到大马自己。现在马股油气板块最头痛的不是油价，而是2个 boss 在吵架，一个是联邦的大哥 Petronas， 一个是沙拉越的宠儿 Petronas。 现在的局面很尴尬，沙拉越说我的地盘我做主，中央说那是全家人的饭碗，结果呢，僵局喽。这种政治形态的博弈直接让很多上游项目的合同卡着了。现在的上游服务商，比如卖钻井服务的，搞海底工程的，日子过得像等开饭的临时工。为了随时准备开工，他们得养着员工，养着设备，成本天天在烧，但订单就是卡在法院的公文包里。这种营运瘫痪是2026年最大的地雷。法院把裁决推迟到了2026年1月底，在结果出来之前，很多大项目的最终投资决定都会处于 CL First 的状态。这对 Velasco 这种钻井平台大佬，或者 Build Me Armada 这种搞 FPSO 的来说，就是一种煎熬。你养着几千个员工，维护着几亿的机器，但合同卡在政治形态的谈判桌上，他们现在不是在比谁更赚钱，是在比谁的血条更长。2026年上半年，上游板块的盈利能见度大概跟你洗完车后看天空预测会不会下雨一样，全靠猜。刚才说到油价跌，加上本地上游出现混乱的局面，不代表整个行业都是输家，因为有一群人正躲在办公室里悄悄笑。这就是我们说的中游。你是不是觉得投行在车大炮，中游也会受影响吧？这就是我们不够老江湖的地方。我们要点名聊一下 Dialog Group， 为什么投行在报告里把它放进观察名单？因为它玩的是房东模式，不管油价是100块还是10块，只要你把油存在我的储油罐里，你就得给租金。而且重点来了，当油价便宜，供应过剩的时候，你猜那些大油商和交易员会怎么做？趁便宜买多一点，存起来。聪明，油价越低，储油罐的需求就越火爆。 Dialog 的生意模式叫 Take or Pay， 意思就是你签了合约，就算你没油存，租金你也得照付。在大马，这就像是你全马唯一一家拥有大型停车场的人，而且法律规定车子不能停路边。不管大家是加 Mavi 还是奔驰，只要你想停车，就得乖乖交钱给 Dialog。 这种抗跌体制在2026年这种乱世确实有一种不关我事的稳健感。接着我们聊聊 LNG 液化天然气。2026年有一个大词叫 LNG 超级周期，卡塔尔和美国有大量的 LNG 要上线，看起来生意很多，对不对？但现实很破铜死钉，因为船太多了，现在的航运费一直在跌。这就像是 Grab 突然多了很多乘客，但路上同时也突然多了100倍的司机。虽然单子多了，但大家都在打价格战，这种供需失衡可能要到2026年底才能消化掉。那你会不会想，
这样石化下游总该好点吧？原材料便宜了呀。悄悄相反，现在的下游就要卷出一个高度。中国的石化产能像开挂一样在扩张，你卖塑料、卖化学品，原材料是便宜了 10%， 但你的中国对手直接降价 30%， 跟你拼命。现在的石化股，比如卖塑料、卖化学品的，正在被中国的产能扩张卷到怀疑人生。这种利润挤压让石化股2026年的财报大概率会像你月底的钱包如履薄冰。报告没提到，但是我多嘴几句。Petronas Chemicals Group Berhad 是 Petronas 的亲儿子，大马化工界的巨无霸。它的生意模式非常直接，把石油和天然气加工成各种化学品。第二个就是 Lat Chemical Titan Holding Belaji， 它就是做塑料袋、塑料桶、塑料玩具的最原始原料。他们处境很尴尬，如果油价高，它的成本就贵；如果中国产能过剩，它的产品售价就低。这种两头不到岸的处境，让它在过去几个季度里亏到惨绝人寰。这两家公司就是下游的代表了。最后，看看与我们最靠近的石油产业，那就是加油站。如果政府继续缩减汽油津贴，油价起，销量就可能跌。另外 EV 的增加已经开始让燃油销量的增长停滞了，所以现在的油站大佬们不能只靠卖油了。如果你在油站看到咖啡馆开的比油泵还多，别奇怪，那是因为卖咖啡的利润可能比卖95汽油还要稳。好了，听完这些，是不是觉得2026年的油气板块比你想象中要复杂的多？投行目前给的评价是 neutral 中立，意思是别乱冲，先看清方向。我给各位总结3个立刻可以执行的逻辑复盘点。第一，观察租金而非油价。在2026年这种供应过剩的预期下，关注那些有经常性收入的中油储油业务，而不是天天盯着原油价格的走势图。2，盯紧2026年1月的法院裁决 Petronas 和 Petros 的博弈是马股上游的生死线，僵局不破，合同不来。3，避开卷王下游。如果一家公司主要靠卖基础石化产品给中国市场，那它的2026年可能会过得比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惨。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记得订阅，因为下一集我们要聊一个更扎心的话题，马来西亚的种植行业 plantation。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避开了坑，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那个还在等油价冲100块的朋友。以上分享纯属见闻分享，不构成买卖建议。我们下期见，拜拜。